下礼拜就不晒了，这个。下礼拜了。这已经干掉了。这已经干了、啊。对，等着要完工的时候再把它全部铺平。对，应该也不够了，应该那个地方太小。嗯。係啊，你走個拍嚟，你唔使啊，你個地你揸埋地。哟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啊！现在人在东石的笨港宫哦，刚结束内关我就过来了，希望今天不会中暑，不然这几天都在室内晒太阳。那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呢，是要来帮忙这个整理先人的骨头，因为在这个笨港宫的后面呢，有一个这个万善宫哦，然后收集了很多早期这边应该是械斗的这些骨头，那目前都是散乱的。所以有一个志工团叫做十方菩萨志工，他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南部这边整理这些各地方的万善堂啊、万众堂啊、万应宫啊这些阴庙的这些骨头。那开始冥想之后呢，我觉得看事情要看本质啊，那人的本质其实就是骨头嘛，所以要去协助整理。既然都来到嘉义了，要去整理一下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找团长，先去报到。你刚来的时候，你就尽量，这样子。你坐较内底只，啊，我可能甲你敲什么？真肥。我去拿，我去你。先啊，伫遮。遮，这要放在遮，啊，你就小可这甲卤者安尼。哈。哦，啊，你也较大安尼吼，你就用这刀安尼甲敲敲的，安尼。是要用头。表面那个清清的啊。对啊，啊这画啊雕头嘛是爱用啊。哦。嘿啊，啊你若我等下来哦，你尽量捡这较简单的。啊，较好用的。有，啊你若用到知影的时阵，你就知影当好。安尼较清气，白色的清气的。啊，灰的就是有灰啦。就是头啊。哦，头啊较清掉啊。对。哦。就像安尼放着泥巴一样啊，啊回去就是要洗呀。哦。有无？啊，等下清了，我爱洗啊。无。这无洗。迄就是泥巴上大碗，你开始洗。哦。啊，树枝就较济哈。啊，你用的哦，爱一靠地啊。控家。你不背起啦，背起都背起。你啊，你拄头尽量放较下骹，因为吼，安尼电风咧吹哦，嘿，去共阴着。哦好。嘿，迄是无要紧啦，是讲尽量啦。好。啊，这个是啥？卡片头。哦。你腰下面那一块。尾椎。对。啊，尾椎迄层哦，较细层哦，迄层额底垂啦。啊，你尾当瑜伽，我坐着它就弯进去，你站起来它就直的。这不是啦吼。这不是迄火炭。火炭。系啊，迄潮湿啊，伊行潮湿啊，放木炭啊。哦。你像迄日本厝，有无？因顶管拢铺房啊。哦。啊，因下骹就是爱放一寡木炭。哦。啊，你若捡骨块，就是拢爱放一寡火炭。了解。台无啦。台无，捡起来是对。对哦。哦，这个很完整。还没有，还有一个下巴，那个。哎。
安尼一组的嘛，拄啊好伊一组的。那天我是带着一颗敬畏与学习的心态来好好认识人。我发现有些人的骨头特别重，也有的特别黑。好几次我试着想要拼凑一些骨头，例如大腿骨与骨盆之间的洞，或是脊椎之间的关节，但我发现不太容易啊。突然觉得对人好陌生，每天都看得到人，但我怎么不认识这些骨头啊？这还袂搭呢。还袂搭，我们用它搭的所在啊。哦。因为这边有那个注意。哦。还有你要打用。打开来。这就咧洗啊。系啊，洗好清洁白。这里。来吧。放嘅慢车道，慢车道，我即係看呢個碰到，好有夠啊，夠啊，啲夠啊。啲湯啊唔使燒過去邊去嘅，佢已經啦。都沒有拿過啊。已經啦，誒，我呢碟架傾起好無？我呢樣我走去哦，阮無好哦。無來拄啊，我等水啦。一啲地公地土啊，綠嘅啦。謝謝你。感謝。謝謝啦，我講謝謝啦吼，謝謝你做好處啊。我講吼，我是還未死的鬼啊，啊伊死嘅人啦。係啊，所以起碼甲鬥相以後。你問緊呢個寫落講會冇關喺引導。冇呀，你不要不高興，我冇關你。好來走。哦，謝謝哦。你几年厝的？83吼。你房是在做啥？所以。哦。不用啊，那个高啊都有，嘿拢有好，所有钱币都一无钱啊，所有钱币都给完啦。规场好来咧海了，所以一天早起起来，不是食饭饱，是食药。然后你不是弄成？我们要讲的是里面的那个方式啊。哦。可是当初够放啊，当初都是那边挖出来的。对啊，那现在要试试看啊。做完这若用起来，几条骨啊做头壳骨爱另外扣哦。对啊，头壳骨要头壳骨啊。无啊，迄种啊，那是要放在最上面。嘿，较大块拢爱扣起来。要剪帅一点呢，剪难看我看个到站。没问题。嘿，屑被安那处理？啊？这屑啊？屑就倒掉而已啊。哦，屑不留。不留啊。哦，脸盆了。脸盆里的那屑就倒掉了。坏掉一个更当心地上，让妈妈去。
团长自拍。对啊。我这边有丢了。我后面没有录，就录架到底家。哦。就是那个，如果我穿 LV， 我穿。我很鼓励大家来参加此活动。往往在告别式时，由于难过与时辰，我们无法好好认识人体。倘若可以在平时就来做志工，带着一颗平静与学习的心来帮忙，真的会让我们成长不少。佛教有一门禅法叫做白骨观，靠想象人体的骨头来对付贪爱与执着。来到这边帮忙，不用靠想象，规基骨头摆在你的面前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人在嘉义的内观中心啊。那这是我今年第3次来参加这个10日的内观课程啊，我已经再次准备好要来接受这个意识的训练了。那我们先进去报到啊，那边准备边来讲讲为什么我会一直在做这个冥想的训练。走。大家好，这个就是我接下来10天的房间。这次是睡1楼，我觉得1楼比较热一点。那待会还要准备这个床单、枕头、蚊帐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拿，我还很多东西要准备。被套、被套、床单、枕头套。OK。哦，东西来了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内观中心这边的规定？10天当中都不能用手机，也不能讲话。我觉得它就是要营造一个隔绝的一个这个氛围，让我们都专注在自己身上。然后10天嘛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冥想。那吃的也都差不多，冥想的位置也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心境上却不同。很有趣吧？你好。这是内观中心的课程表，每天的作息几乎都一样，长达10小时的冥想。我发现冥想跟航海其实很像，都是一个长时间的耐力赛，在各种压力下保持平衡与稳定的心态。如果我们熬过去了，身体就会逐渐适应这种高压的状态，让我们回到社会上后，脑袋瓜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中的起伏。
这边就是操场哦，吃饱饭后我们都在这边散步，走啊走啊，不然马上就回去冥想，很容易就睡着了。这里就是顶楼洗衣服的地方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天主堂。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都跑上来这边走来走去，然后在想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，应该去对面教会才对。各位同学，又结束了第3次的这课程哦。那我觉得每一次都不是很容易，但是谢谢。刚刚收到这个面谈通知单，就可以跟老师去讲话。那主要是谈这个冥想时候的技巧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每一次都很认真，但是每一次的身体都会给你刚好到那个压力的极限，就是它不会让你突然爆掉到疯掉，但是整个就会变得很难受，就刚好到紧绷值。而且每次在冥想的时候，我都发现有很多那种想法在，还会一直跳出来，就是来到这边的时候才会有的想法。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这种状况，然后我就想到以前当兵的时候，也是会一直想到某件事情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这个状态嘛。这次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是参加了3次嘛，我觉得已经可以比较 follow 在整个课程的上面了。我知道参加完课程之后都会那个情绪起伏都要去调节，那我觉得就平常心去面对吧。现在讲话就开始流汗了，10天不讲话，一开始讲话就会狂爆汗。开始冥想后，我渐渐明白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能够专心的面对当下的事物。不是这一刻想着下一刻，到了下一刻继续期待未来，或是陷入内耗中，好像永远不能活在当下。冥想让我练习着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，不论当下的感受是好与不好。这2个活动推荐给大家，希望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启发。